关于奶奶去了太古坟冢，楚风之前是猜测，但现在更加确定。毕竟他能借助治疗大阵的力量，在其奶奶体内植入阵法，自然也就可以留下印记。而他奶奶的印记的确在不断向太古坟冢的方向靠近，且速度快得惊人。楚风想以最快的方式到达太古坟冢，自然就不能用正常的远古传送阵，他需要通过9天密地。眼下楚风已是来到9天密地，那主宰石碑所在的地方。自从掌握了9天密地的力量，楚风为了快速到达目的地，没少来到这里。可每一次看到那3道主宰石碑，都会不由得多看一眼。3道主宰石碑分别代表着太古、远古以及当代，在主宰石碑上留名者，便可掌握9天密地的传送阵法。当代石碑上只有楚风留了名字，远古的石碑上面则刻着6个人的名字。第一个秦九，第二个名字是模糊的，此人好像有意隐藏自己身份。第3个宋书安，第4个与第2个一样，同样模糊了自己的名字。第5个霸9天，第6个钟离八荒。秦九自然不必多说，乃是大名鼎鼎的界灵大帝，在当代都是少有人不知他的存在。而楚风结界之术能有今日成就，也是得到了秦九的部分传承。至于另外5位，虽在秦九之后，但能在9天密地留名，必然也是极其了得的人物。而至于太古时期的主宰石碑，已经碎裂，满是裂痕，看不到上面的名字，可隐约还是能够判断出，之前太古时期主宰石碑上面似乎刻满了名字。无论是听闻还是所见，太古时期的修武者似乎真的凌驾于远古时期。不过楚风现在之所以这样认真打量那太古时期的主宰石碑，自然是因为太古坟冢的出现。楚风想看看能否从中看出一些什么，而这结果自然也是什么都看不出来。好在楚风也没有抱什么期望，眼见观察无果，楚风便捏动法诀，隆隆隆。随着法诀施展，以主宰石碑为中心，有8道星门自四周拔地而起，分别代表着8道天河。楚风想去哪里，踏入其中即可。然就在楚风将要动身之际，一道声音在楚风身后响彻：你这家伙倒是挺忙的，一天到晚不是跑这里就是跑那里，这9天密地的力量你可是一点都不想浪费啊。那是一个小女孩，大概只有12、13岁，双马尾垂落而下，很是可爱，但那一袭金色裙子虽有些俏皮，却又不失神圣。你是？楚风初见此女，不由问道：怎么就不认识本神了？那主宰石碑上的名字是谁帮你提上名的？那小女孩双手环于胸前，傲娇地扬起小脸。前辈，你是那根笔啊？楚风有些惊喜，他当然记得这件事，当时在主宰石碑提名，确实是用了一根长达1000米的笔，那笔非同小可。当时那根笔还与楚风对话了，只是那个声音是一个很御的声音，分明不是小女孩的声音。当时是我家主人借用我身体与你说话。小女孩说道。原来如此，那我该如何称呼前辈？楚风问道。你可以叫我比神大人。小女孩说道。楚风拜见比神大人。楚风赶忙施以一礼，毕竟无论怎么看，眼前这个小女孩都很不简单。别看她长得小，但年龄绝对不小，至于实力，那更是深不可测，至少楚风完全看不透她。楚风。而就在此时，又有另外一道声音响起，那是一个很御、很好听的声音。伴随声音响彻的同时，那自称比神的小女孩身旁多出了一位女子。此女也穿金裙，不过相比于小女孩的长了许多。其实长裙造型相对普通，但却极为精致，尽显气质。尽管长裙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却也能看出女子身材极好。而她脸上则是戴着金色面纱，虽因面纱遮挡看不到脸庞，可那双眼眸却很特别，她竟拥有着紫蓝金3种颜色的眼眸。这眼眸已经不只是美了，非常的神秘，定然蕴藏着难以估算的力量。这根本就不像是人所拥有的眼睛，仿佛来自神明。就连楚风也看得入神。拜见主人。当这位女子出现后，比神小女孩赶忙对着施以一礼，拜见前辈。见状，楚风也是赶忙施以一礼。显然这位便是之前借用比神与自己沟通的那位了，也就是比神口中的主人。小女孩已经不简单了，但这位拥有3色眼眸的女子绝对更加不简单。早就知道9天密地有说法，
可却也没想到隐藏着这等人物。而之前楚风怎么呼喊都没人出来，现在他们主动现身，楚风觉得这可能是次机缘。叫什么前辈？叫灵神大人。比神说道。晚辈楚风拜见灵神大人。楚风补充道。楚风，你要去那太古坟冢？灵神问。是。楚风应道。那里本神都看不透，但却能够看到浓郁的邪煞之气，隐隐外溢。本神劝你不要去。你会听劝吗？灵神道。前辈，您这样说，我更要去了，因为有晚辈很在乎的人去了那里。楚风说道。既然如此，我带你见2个人。灵神声音还在耳边萦绕，可楚风周遭却一阵变化。灵神声音消散时，楚风已不在主宰石碑所在之地。身处一片奇特之地，这片天地皆被蒙蒙大雾所吞没，而此地的大雾却并不阴森，反而绚丽无比，因为这雾气竟有7种颜色，如彩虹一般美轮美奂。可楚风心中却泛起了嘀咕，他明明掌握了9天密地的力量，可此时却仿佛断了与9天密地的联系。他在这里没有任何特殊力量。后生又见面了。就在此时，7色迷雾之中传来一道稚嫩的男孩声音，可顺声观望，却自那迷雾中却走出了一个魁梧的身影。此人2米有余，身穿黑色铠甲，但却并非钢铁打造而成，更像是黑色的树木，可这套铠甲依旧霸气非凡。前辈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楚风见到这位，不仅不慌，反而笑着抱了抱拳。